我都听石晶说了，在你们组合还没有解散的时候，廖勇做出了很多比较下作的事情。那段时间对你们来说，也比较不堪回首吧？行业嘛，都有规则，想进来吃饭就得接受规则。就像张爱玲说的：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袍满了枣子。所有炫目的光彩背后，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，甚至鲜血淋漓啊？”我读书少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总结为，你承认廖勇的一些所作所为，以及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廖勇他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当然了，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呢，也只不过是遵循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而已。而以前那些事儿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，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吧。那昨天晚上，啊，我们吃完晚饭以后，我跟 So 就去动物园旁边的海帆酒吧喝酒，没喝2杯酒吧，廖勇就来电话了，他就说他刚好在附近，有事儿要跟我面谈，我就跟 So 说我前经纪人要见我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什么时间呀？接了电话我就去了。时间，廖勇是9点44分给我打的电话，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吧。然后我就出去了，出了门我就往展览馆桥头过马路，然后就到了古路庄北里，也就10来分钟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中文 OK 啊，他说的这个时间没有问题吧？他不会撒谎。这大晚上的，你就放心让他一个人这么出去啊？金港很安全 ，Where the world， 老板唱得很棒。这个，你到了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呀？他就说他最近发生了严重的亏空，然后就要把我们姐妹以前那些黑历史给翻出来。他还跟我说他刚刚跟石晶见了面，石晶也答应把钱给他了。其实说白了，廖勇就是想我们每人给他50万。那他是用什么来勒索你们的？以前嘛，我们都陪各色大佬喝过、睡过，无非嘛裸照、性爱视频，我也没让他拿给我看。为什么呀？我不在乎啊，我们So也不会在乎的。我们马上就要去爱尔兰的独立音乐工作室发展了。我想那些移民局的人，他们也不会 care 一个小姑娘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点荒唐事儿吧 Yep, she's right. I don't care. 那你们的会面，见了面，我就问他什么事儿，他就管我要钱。我说凭什么给你啊？他就说要把我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、视频，他都要抛到网上去。我说无所谓，然后就拜拜了。Like she said, we don't care. Baby, Listen, sweetie, no matter what happens, I still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哦，我是说等一切都结束了。没有打算。打算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过去是一个比较爱钻营的人的话，我现在不是也做他支队的副支队长了吗？不过那姓胡的显然是来临时充个数啊。我看不透他。您的意思是让我瞄着支队的一把手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下基层锻炼，进政治部，再然后45岁之前竞争主管副局长。这思路听着蛮正确的。我就是觉得这样没有什么意义。哎呀，这2枪把你仕途上的野心都击毙了。哎，有没有想过尝试另一种生活？哪一种？跟
风萧复婚，要个孩子什么的啊，抽时间呢，好好陪陪你爹。如果鸡纯命够长，你还真能过上一家5口其乐融融的好日子。怎么了？不相信？你们俩显然还藕断丝连。再说你爹也快退休了。我只是很难相信，这一切能有结束的一天，能吗？不能。一会儿别让小文说话，一定要拧住这个说，这样子。好，放心，没事了。别紧张。不就谈个话吗？这么大排场。陆警官，你千万别介意，我在这儿没别的意思。我跟小文真的像亲姐妹一样。今天这么正式的场合，还是有个家人在比较好吧？现在既然没有任何针对我当事人的指控，这就不属于案件侦查阶段的询问或讯问，完全是因为我当事人自愿配合，并且他有权随时终止谈话。你们都出去吧。邹小姐，我说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走。你留下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当明星都挺忙的，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。组合的其他2个成员回答过的问题，我就不重复问你了。那咱们现在开始。据我所知，廖勇遇害之前最后打的3个电话，就是打给你们3个人的，而他第1个打给的就是你。他什么目的我已经很清楚了，我现在就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是拿什么要挟你的？据说，是几张照片，夜店包厢拍的，或者是酒店门口拍的。然后呢？怎么，还想八卦细节？我陪过的人很多，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了。理解。第2个问题，他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跟你见的面呀？没有，我没有去见他。廖勇他也太自以为是了，他以为我还是几年前那个可以任由他摆布的小女孩。可惜时过境迁，他现在在我面前，连条狗都不如。我就算想要喂狗，也不会挑这么恶心的。勒索我，那你就不怕他？事后我给何姐打过电话，她说没有问题。现在的粉丝和大众对花边新闻的接受程度和宽容度都相当高，即便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，简单的做一个危机公关，很好摆平。那昨天晚上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演出场地排练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最后廖勇遇害的位置跟你排练的地方，直线距离只差了几百米。那又怎么样？没事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哎，对了，方不方便告诉我，你旁边的这位男士怎么称呼呀？他是我的安保顾问，
丁力，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我想知道一下而已。胡队，小子，行啊，有两下子。你回去吧，我回头联系你。我可不希望等出了事儿，再听你跟我解释。为什么不能现在告诉我？立场。我现在告诉你的话，你就要有立场。挑边站很难，我不想让你那么难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为难？你不觉得为难，就只会更糟。喂，金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签名我要了，要不下次吧。都问完了吗？别提了，没一个说实话的。要把一个成年男子脖子撅断了再放到后备箱，得有点力气。是啊，但是他们3个人身边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比较亲密的男性。这个石晶，她的老公叫赵涛，而这个李怡人呢，她有一个洋男朋友叫申健康。这小子中文说的不怎么样，身体是真健康。还有咱们都见过的，就在后台那个天后的那个保镖叫丁力。我现在觉得呀，他跟那个保镖关系应该不一般。相同的时间和犯罪现场又是相等的距离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是，3对嫌疑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凶手就在里头。我知道自己会成功，因为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代表的是一个高概率参数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无论如何，不惜代价。与其他的动物不同，人总会有赌博心理。我们热衷寄望于某个微乎其微的几率，打扑克、掷骰子、买彩票，在互联网上挖虚拟货币，总想以小博大，破坏规则，甚至是犯罪。这种心理的重点就在于，失败者会不断地去搏下一个更微小的几率，妄想咸鱼翻身，会一次次的尝试，又一次次的失败，最终陷入绝望的死循环。他们总会留下痕迹，而我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一类痕迹，再沿着线索揪出那群赌徒，不为拯救，而是终结。
放。哦。我让你放啊！秦队，我不用再看了，要不你听听我是怎么想的。这样，你看啊，很明显，这个车呢是在追他。为什么追他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高秀芳她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分析了，这个路的下半部分很有可能是廖永遇害的第一现场。去现场看。哎呀，秦队，您是不是不太舒服呀？试。不，我不是说现在，我是说最近吧，我感觉您老是飘飘忽忽的。你是觉得不太像几天前的我，还是几个月前的我？您这回答还这么严肃，我就是随便一说啊。之前呢，我也一直在您手底下干活，谈不上特别了解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您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有人说，过去的我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上上下下都能打成一片，说我是刑警队伍里的十全标兵，是吗？是。以前嘛，您对谁都挺好的，都挺热情的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但是现在呢，怎么说呢？唉，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您，我觉得更真诚。我可对您一直都很真诚啊。秦队，这都已经离案发1天多了，就算是第一现场，还能找到什么痕迹啊？廖勇那个车排气管左边右边？哦，老款奥迪A6，排气管在左边。轮间距是1.6米？没有，前轮1.52米，后轮1.56米。后排气的冷凝水痕，这会是第一现场吗？这个距离其实应该是那边可以看到这边发生的一切。如果说高秀芳当时目睹了这一切的话，凶手很有可能把他杀人灭口了。秦队，昨天晚上10点多我来的时候，这个烟酒铺还开着，咱们要不要走访一下呀？你好。你好，过来了，买点什么？我是警察，配合一下工作。啊，警察同志。那个前天晚上这边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这不这几天来了好多警察，是不是出人命了？被撞的呀是一个环卫工人，司机肇事逃逸了。肇事逃逸了？你们说的不会是秀芳姐吧？
你认识啊？啊，认识。嗨，我们这几条街都是那大姐负责的。她人挺好，哎，经常来我们这儿歇歇脚，打个开水什么的。我们处的就像邻居一样。是，很熟啊。哎，对，挺熟。那他人怎么样了？我昨天晚上来你们这儿看你们关门挺晚的，那前天10点左右发生车祸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呀？前天没有，前天我家孩子身体不太舒服，也就9点来钟吧，我们就关门了。等昨天早晨一开门才发现，来了好多警察，后来才知道有人被撞了。这哪成想，嗨，孩子多大了？啊，我儿子3岁了，整天就知道淘气。警察同志，那个秀芳姐她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，秦队？我在想，咱们这行有一天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吗？这有什么不能的呀？我觉得呀，咱们迟早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不过，像娄姨那样的也是例外哈。为了工作，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要了。对了，秦队，这个廖勇家的搜索一直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咱俩得去一趟呀。你开车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到。啊？行。咱们是不是觉着一直可以拖下去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拿到了，怎么给你？都拿到了吗？高起来就是用的一把92，其他子弹我是真没办法。我刚从物证科拿到。就一支吗？就一支。我已经核实过了。好，这样，晚上5点。你到西四环南沙滩桥来，后面怎么办？我再告诉你。咱们有点诚意啊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了，录音载体的原始文件，给不给我？哎，邱处，督察也要用枪吗？怎么了？没有，那个，您用什么枪？挑个型号吧。有区别吗？54是穿透力比较好，但阻止力不强。92正相反，督察用枪，您还是头一个呢。给我拿把54。行，您先登记啊，我去拿枪。秦队，两个弹夹。秦队，哎，您的92。好，来，这个签。好，可以了，谢了。哟，你这案子办的都挺凶险的呀，怎么，确定嫌疑目标了？廖勇被打死了，他的目击证人高晓芳也被打死灭口了，谨慎点好。我可不想每次出事都得靠运气活着。你真以为活下来是凭自己的运气啊？秦队，哎，秦队，哎，如果说有人想要勒索你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把勒索你的证据带在身上跟你见面吗？不对劲儿。而且呢，在车上还发现了20万的现金，说明有人认怂了，把这钱给付了，对吧？
但是从头至尾，咱们都没在车上搜到一点能够要挟这三姐妹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这儿没有是吗？啊。如果要勒索3个人的话，不可能只带走1个人的东西。如果有1个人给了钱，不可能大发慈悲到把3份东西都交出去。那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？就是说他呢是拿一种东西同时要挟了这3个人。你有时间把死者塞到后备箱，你还要记得把所有勒索的证据都带走。而且你还要开着车把目击证人撞死，最后你还要戴上手套，去规避侦查。但是，后座上的20万现金你没拿，说得通吗？他不差钱儿，也不对呀。哎，我就说吧，现在这些线索里头有好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是吧？不是所有的凶手都像吴小云那样，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应变能力。暴力犯罪没有那么复杂，有的时候很简单。就是简单、粗暴、直接。你觉得有一些线索很令人费解，是吧？其实就是源于非常正常的一个自然行为，想多了。就像是714那天晚上仓库的火拼，对吗？我知道，714这件事对您来说一直是一个禁忌，但是您最近时而神秘失踪，时而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跟市里头还在查您这件事有关系？当年不在现场，就不要讲这些没有用的话。我是不在，是我不想在的吗？咱们中队都去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队里头。人家去了的，那是生是死都是英雄，没去的是什么呀？怂包。秦队。您看我像怂包吗？我是没去，这事儿怪我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跟你讲过，没去，挺好。您不记得了？那我来帮您回忆回忆。之所以那天晚上我没去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在市局里头当领导的爸爸。不过这事儿我不怪他，我也不怪你们，要怪啊，就怪这个社会太势利眼了；要怪就怪我自己，我自暴自弃。您以为714之后只有您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吗？我经常脑子里就会想啊，6对9，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去了的话，那就是7对9。是不是从胜算上咱们就更多了一点？换句话说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多活一个兄弟下来？即便那个人他不是我。你是需要让我跟你道歉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听我爸说，市里的督察还在查这件事儿。邱东阳一直想在您身上找一个突破口。但是在我这儿，不管是以前、现在还是以后，我都相信，您不是那种会害自己兄弟的人，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是信任您的。看来应该在道歉之后再加个谢谢。秦队，我需要你信任我。我没有不信任你，你有事瞒着我。我是不信任我自己。要不这样，这样吧，眼前这个案子破完了再说。
总算是从支队收缴的仿真枪里找到一样的了。握把不是原配的，不过既然没打算送卢浮宫，作为赝品也算是合格的。你虽然已经把扳机给掰折了，但是你最好交上去之前，把指纹都擦干净了啊。明白。再坚持一下，啊，等到交接的时候抓着你孙子，我相信这一切都应该有个结果了。怎么算是有结果？把人抓到，交给琼姑娘，就算了结了。如果过去的我真有问题，会怎么样呢？周围的人都相信你，你自己反倒怀疑自己。周围的人，除了您和风萧，你信不过我的判断也可以，但是小冯肯帮你，这恐怕不都是感情因素吧？这毕竟不是你喝不喝牛奶、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的琐碎小事。还有就是那个小丫头，你算是她的仇人啊。何况你以前也说过，小罗也信你。现在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小丫头是在她哥哥死了之后，急于找一个活下去的支点，不管是要杀了我，还是想调查事情的真相。小陆最多算是共事上的信任，不是？那就足够了。你死去的那些兄弟，当初也像现在一样信你吧？好了好了，别多想啊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现在只能往下走。秦队，芝麻开门了。今天有什么？十足真金啊，这也太黄了。带回去，挨个仔细查。行，那咱们队里见吧。把这也带回去。好。秦队，怎么样？我现在还没完全都查清楚，但是就目前手里头掌握的资料来看呢，除了组合的那3个女孩以外，这个廖勇手里头至少掌握了20多个艺人的影音资料，内容呢五花八门，但无非都是一些什么出轨啊、劈腿啊、钱色交易之类的下三路。即便是咱们掌握了他案发前的通话记录，估计这个嫌疑范围也扩大了几倍。优先查这3个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按照他们3个的名字，分别把这个证据都整理到这3个袋子里了。哎，夏老师啊，心理医生上门问诊，这应该是处级干部里的最高规格了吧？干你的活。
我听小陆说，你们上次办案的时候，你的脸上渗入大量的毒品类化学制剂，这对你本来就有损伤的大脑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你应该尽快去治疗。替我送肖老师。肖老师，你别介意啊，他最近压力比较大。他们是同一个团队吗？对。哎，您听过他们的歌？这几个女孩显然就是演艺圈的打扮，而且还戴着同款的手表。这款表我知道，是一只定制款。他们的前经纪人遇害了，而且在遇害之前分别勒索过这3个女孩，所以说这3个女孩以及他们身边的3个男伴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。你已经确定了？怎么说呢，也不算吧。目前他们的赔率是1比1比1。肖老师，我正犯愁呢，您看看你有什么高见呀？您觉得他嫌疑最大？没有，只是这张照片与众不同。肖老师，您是觉得这张照片最不像勒索的证据，对吗？差不多吧。来，师傅们，快点来这边。这能是不好的位置吗？行，我一定亲自来接你。哎，稍等啊，我一会儿打给你。嗨，刘警官，不是，我姓陆。陆警官，抱歉，我最近实在太忙了。你来看演唱会？就一个人？这样，我给你安排到摄像机旁边，我保证比前排的位置还要棒。放心，我不是来砸场子的。你一定要找小文谈话。我拜托，请务必一定等到演唱会结束，好吗？我这次是想来找你谈谈的。我调查了工商底案，我才发现，在匪命组合解散之前，你是在廖勇的公司当执行经理吧？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是。廖勇车后座的20万块钱的来源，我们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。这好像就是2天前的事儿吧？我马上到西街了，前面红绿灯左转还是右转？全交。